这是在哪里？怎么这么多的仙石？莫青云满脸不可思议地说道：这是在镇魔塔内，这些仙石都是我从一处宝藏之地得到的。你安心在这里恢复吧，在这镇魔塔中，时间流速会变得非常快，也就是外面1年，这塔中就已经过去100年了。陈平说道。什么？莫青云震惊地看着陈平，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我骗你做什么？是真的，你好好修炼，等出去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。陈平说完，则是不管莫青云了，而是静静地开始修炼起来。莫青云见状，也盘膝而坐，开始恢复。在陈平他们修炼的时候，霍昭则是带着8殿的人赶往了苍玄大陆，一是为了跟大长老他们会合，二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。因为在这一重天并没有8殿的地方，甚至神宿都不在这一重天。霍昭因为神魂受伤，这才带着8殿来到一重天休养，并且控制了飞虎城，帮自己到处掠夺资源。原本以为以8殿的实力在一重天内那就是无敌的存在了，可谁想到陈平这家伙竟然来到一重天，搞出这么大动静。现在霍昭必须重新掌控一处地方才行。思来想去，那苍玄大陆最为合适。苍玄大陆地域广袤，是那飞虎城的10几倍，有着上百座城池，也是人族最大的一处栖身地。不过苍玄大陆的人族普遍实力都不高，整个苍玄大陆的掌控者也不过是散仙境3品而已，如此才会让8殿的人带着飞虎城战兵直接掠夺苍玄大陆的资源，抓苍玄大陆的人当奴隶。弱肉强食，这是亘古不变的法则。3天后，陈平彻底恢复了，莫青云也恢复过来，只是他的墨家枪再也回不来了。感觉怎么样？陈平问道。这休养了将近1年的时间，全都恢复了。莫青云笑着说道。陈平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，而是带着莫青云离开了镇魔塔。从塔内出去，莫青云就愣住了，因为他发现这1年时间，周围竟然并没有什么变化。这时胡麻子看了一眼，随口说道：都恢复了。恢复了，你要不要也进去修炼一段时间？陈平问道。我不用，我也没事了，只是身上的符咒不多了，必须要寻找材料，多搞一些符咒才行。胡麻子说道。道友，我们这是修炼的多长时间？莫青云对着胡麻子问道。3天呀，现在刚刚过去3天。胡麻子说道。3天？莫青云一惊，不可思议地看着陈平。现在他算是相信了陈平的话。外面3天，而他们在塔内过了将近1年。这要是一直在塔里修炼，那修炼速度可是别人的100倍啊！莫青云显得有些兴奋起来。可瞬间，莫青云的脸色突变。坏了，怎么了？陈平不解地问道。苍玄大陆遭难了，有人在强行控制整个苍玄大陆。莫青云面色焦急地说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到底是不是苍玄大陆的人？陈平问道。莫青云摇了摇头，我不是苍玄大陆的人，但是我在苍玄大陆生活了很多年。我是墨家的大小姐，我们墨家是在2重天的，不过当年发生了点事情，我来到1重天的苍玄大陆生活了很多年。如今苍玄大陆的掌控者是我的好姐妹，我是知道苍玄大陆遭难才从2重天重新回来的。原本我是打算找飞虎城算账，没想到碰到了你们。现在我那姐妹又通过心灵感应通知我，有人开始强行控制苍玄大陆了。莫青云跟着陈平全都如实的说着。既然陈平都把自己带去那镇魔塔了，莫青云也不拿着陈平当外人了，所以对陈平是一点防备之心都没有了。应该是那8殿的人，我陪你去苍玄大陆看看。陈平说道。毕竟莫青云帮了自己很多，现在陈平总不能见死不救，而且他也想去人族的地狱去看看，看看能不能碰到苏雨琦。大哥，我跟你去。风仙突然冒了出来说道。你还是在犀牛城守着吧，你是兽族，
不适合去人族的地方。胡大师跟我去吧，他是人族。陈平对着胡麻子说道。啊，我还要跟你东奔西跑呀，这一次差点没弄死我。我跟你走了，我那2个小妞怎么办啊？胡麻子有不情愿。带着呀，那2个女人也是人族，正好带去苍玄大陆，让他们也能够回归正常生活。陈平说道。总不能2个女人在犀牛城啥都干不了，天天等着胡麻子干吧？这样还行。胡麻子一听，点了点头。陈平没有再啰嗦，只是跟着牛虻告了个别就离开了。他没有跟着白毅说，毕竟白毅现在还在悲伤之中。陈平要想办法把白浅给搞到天界来，这样有人陪着白毅还能好点。陈平他们直奔苍玄大陆，把那霍世子也给带上了。若苍玄大陆真是八殿所为，那就用霍世子来威胁那霍昭。而此刻的苍玄大陆却已经陷入了一片动荡之中。八殿大长老带人来到苍玄大陆的时候，就已经让苍玄大陆动荡不安。现在霍昭又亲自带着人来，这一下苍玄大陆连一丝抵抗的能力都没有了。苍玄大陆一处金碧辉煌的宫殿内，最大的3个国家的国王汇聚于此，其中就有那阿伊莎的父亲阿什努。这些人汇聚于此，都在等待着苍玄大陆的掌控者蓝莲花。可是都已经等了整整1天，那宫殿宝座上始终都不见蓝莲花的身影。我看我们不要等了，乖乖臣服算了。就算是玄女来了，也不是那些人的对手，他们可都是神族的人。东蒙国国王愤而起身，就打算离去。阿什努则是眉头一皱道：谁敢当叛徒，休怪我手里的刀不长眼。阿什努，你什么意思？东蒙国国王双眼一瞪，你说我什么意思？你想当叛徒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我们苍玄大陆的子民可以战死，却不能屈服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人族被欺辱的还不够吗？都是因为有你这种贪生怕死之人，才会让我们人族变得如此不堪。阿什努愤怒地说道。你放屁，你再说一句试试。东蒙国国王也怒了。好了，都闭嘴吧，等等玄女怎么说。这时车裂国国王起身劝开了2人，而这时那宝座之上突然闪烁起了蓝色光芒。3人见状，纷纷跪拜在地，把头低了下去。只见一名身穿蓝衣、很是年轻的女孩出现在了宝座之上。这就是苍玄大陆的掌控着蓝莲花。玄女，我们苍玄大陆如今已经有70%国家臣服于那神殿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整个苍玄大陆都要成为神殿的附属。阿什努焦急地说道。莫慌，我已经通知我的好闺蜜，她正在带人赶来，她可是2重天的人。蓝莲花说道。可是蓝莲花的话并未让3人安心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神殿的人明显也不是1重天的，况且神族在整个天界也算是实力强悍的，要不然也不可能自创一族，还全都高傲无比，目中无人。所以即便是有2重天的人来帮忙，怕是也没啥用。玄女，不知那帮兽什么时候能到？怕是用不了几日，我们整个苍玄大陆就要沦陷了。东蒙国国王问道。应该快到了，他可以使用时空穿梭，很快，莫慌。蓝莲花很是平静地说道。不过只有他自己知道此刻内心有多慌。前不久刚刚被飞虎城袭击，不但损失大批资源，还被抓去了很多人当作奴隶。现在神殿的人又气势汹汹而来，这让他十分慌乱。整个苍玄大陆虽然地域广袤，修士众多，但是普遍实力都不高，根本没有办法抵御神殿的攻击。面对着神殿那些人，他们除了臣服或者等待屠杀，根本就没有办法。现在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莫青云能够快点来，能够带人帮他扭转败局。而此刻在苍玄大陆的一片空域，突然闪过一道刺目的白光，紧接着一道道身影出现。这些人正是陈平他们。这一次不同于以往，
会出现在传送阵之中。他们这一次竟然出现在半空，望着脚下的一座座屹立的高楼大厦，让陈平有些不解。我们这不是用的传送阵？陈平问道。因为刚刚他身处白光之中的时候，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压力，陈平只能用力量护住身体。若是传送阵的话，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当然不是，这是时空穿梭，要比传送阵好用得多。传送阵需要两地都有阵法，而且还必须互有联系才行。莫青云跟着陈平解释道。时空穿梭，陈平恍悟，这应该就是瞬移的加强版吧。陈平知道瞬移就可以从一处瞬间移动到另一个地方，只不过瞬移的距离一般都很近，像这种时空穿梭可都是万里甚至十几万里的距离。算是吧。莫青云点了点头，随后俯冲而下。众人落到地面，马上被一名男子神情戒备的给盯上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男子十分的警惕。这里是苍玄大陆吗？莫青云问道。不错，男子点了点头。我是来找你们玄女的。莫青云说道。找我们玄女？男子一愣，随即打量着莫青云道，你找我们玄女做什么？我是他朋友，他找我来的。你们苍玄大陆是不是正在遭受攻击？莫青云问道。对，男子点了点头，脸上有了些惊喜。难道你是玄女请来的帮手？算是吧，莫青云说道。而陈平打量着眼前的男子，发现男子不过是刚刚达到散仙境，而在周围还有不少的气息，不过都很弱，大部分都是化仙境。看来这苍玄大陆的实力还真是弱。难道人族修炼比起那些魔族或者兽族更加艰难的缘故吗？男子满脸高兴道，你们的人呢？在哪？就我们几个。莫青云说道。男子一愣，随即脸上的笑容消失。就你们几个管什么用？如今苍玄大陆70%的地方都沦陷了，你们几个人根本不管用的。我劝你们还是离开吧，以免也成了别人的阶下囚。你这家伙是瞧不起我们几个吗？胡麻子有些不高兴了。可还没等男子说话，突然间天地震颤起来。男子的脸色大变，眉头一皱道，你们快走吧，神殿的人来了。说完，只见从远处十几名八殿的黑衣人踏至而来，其中一名身穿灰布长袍，头顶梳着发髻的老者领队。就这十几个人，却让周围的虚空震颤不已。恐怖的威压则是扑面而来，紧接着就听到周围一声声惨叫，很多人都被压在地上，喘息都困难。陈平见状，瞬间祭出斩龙剑，恐怖的剑意涌现，随后轻轻一挥，那恐怖的威压瞬间消失。众人也都感觉胸口一松，纷纷从地上爬了起来。此刻，那男子看向陈平的眼神充满了惊讶和不解，因为他发现陈平也不过是散仙境1品，跟自己的境界一样，可是却能够轻松地破解这恐怖威压。而那灰袍老者也是微微一愣，很快就到了陈平他们面前。当这老者见到霍世子的时候，马上表现得兴奋起来。三长老，救我，救我！霍世子看到那老者，也马上大喊起来，放了我们世子，可以饶你们不死。三长老怒喝道。刚刚那男子懵逼了，他没想到陈平他们这些人中，竟然还有神殿中的世子。此刻陈平他们周围已经聚集了上万人，面对着十几个八殿的黑衣人，这上万人族修士却没有一个敢出面，一个个面露惊恐之色。陈平见状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什么时候人族变得如此软弱无能了？你们这么多人，怕他们十几个人吗？陈平对着那男子问道。我们实力不行，根本不是人数能够弥补的。男子无奈地说道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办？陈平要看看这苍玄大陆的人都是什么想法，若是值得救，倒是可以出手；若都是怂货，陈平也不想浪费时间。
还能怎么样？要么臣服，要么死战。不过我们不会臣服的，就算是打不过他们，也要蹭他们一身鼻涕。你们不是苍玄大陆人，还是快点离开吧，我这就带人拉屎，恶心死他们这些人。男子对着陈平说道。你们就是这样抵抗的。陈平笑了。那怎么办？男子无奈。少他妈的婆婆妈妈的，马上放了我们世子。听不到吗？三长老见陈平不理自己，马上再次大声喊道：你真烦人！陈平终于看向那三长老，手里斩龙剑突然一挥，一道锋利的剑芒如同流星一般划过，四周的空域瞬间被压缩了一般，所有人都几乎瞬间停止，想动一下都难了。而那三长老瞪大了双眼，满脸的不可思议，眼睁睁地看着拿刀剑芒划过自己的脖子，脑袋高高的抛起，他甚至看到了自己没有头的身体，笔直地坠落到了地上，脑袋在半空，还在不断地眨眼，意识都没有消散。当脑袋重重的摔落，三长老的意识这才瞬间消散，一剑斩杀。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陈平，尤其是那男子，他实在不敢相信，陈平一个散仙境一品到底怎么做到的。而那十几名黑衣人见状，互相对望了一眼，然后转头就跑。跑了，跑了！男子见状，焦急地喊道。陈平则是微微一笑，手里的斩龙剑顺势一飘，斩龙剑在半空划过一道弧线，那些早已经跑到百里之外的黑衣人也全都被斩掉了脑袋，十几颗脑袋高高抛起，然后重重地摔落在地。斩龙剑重新回到了陈平手里，上面一滴血迹都没有。男子愣住了，周围的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你觉得我们几个能够帮你们苍玄大陆摆脱危机吗？陈平对着男子问道。男子木讷地点了点头，随即跪倒在了陈平脚下。救世主，你就是我们苍玄大陆的救世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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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万人纷纷跪倒，喊声响彻天际。感受着眼前这一幕，陈平内心十分的舒爽。是不是很爽？再有装逼的事情，你能不能让给我，让我也装一波？胡麻子十分羡慕地对着陈平说道。当然可以，不过我怕你实力不行，别装逼不成，反被打脸。陈平笑道。放屁，你可别忘了，老子成仙的时候，你还是个蝌蚪呢。胡麻子白了陈平一眼。你都死过几次的人了，怎么还看不透？装逼有什么好的？陈平叹了口气说道。装逼不好，你为什么总是装？胡麻子问道。何人敢杀我们八殿之人？伴随着一声娇喝之声传来，只见一名身穿白色战甲，包裹着玲珑曲线，头戴金盔，双目圆睁的女人急速而来。同时在女人的身后跟着十几名穿着黑色战甲的女人，这些人的气势比起刚刚三长老那些人不知道强了多少。胡大师，你装逼的时候到了，都是女人。陈平微微一笑道。嘿嘿，胡麻子一笑，嘴里的哈喇子啪嗒啪嗒的往下掉。一旁的莫青云见状，眉头微微一皱。莫姑娘别见怪，胡大师没啥爱好，就喜欢女人。陈平赶忙解释道。姐姐。霍世子见到那女人，赶忙喊道。陈平一愣，有些惊讶，他没想到霍昭还有女儿，可是那女人并未看霍世子一眼，而是看了看已经死去的三长老等人一眼，满脸怒气道：是谁杀了三长老？给我站出来，否则把你们统统杀光。是我杀的。胡麻子见状，赶忙一跃而起，来到了那女人面前。小美人，是我杀的你们三长老，我跟你赔礼道歉呀。胡麻子满脸堆笑，对不起啊，若是你不接受我的道歉，我可以把自己赔给你。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绝对听话，你看行吗？胡麻子说着，竟然要脱裤子了。女人脸一红，怒瞪着胡麻子道：你个老色狼，我杀了你！女人突然祭出一把宝剑，直接朝着胡麻子刺去。我靠，你玩真的呀？
胡麻子一惊，赶忙身形暴退，拦住他，我要亲手阉了他！女人大吼着。很快10几名黑色盔甲的女兵朝着胡麻子围了过去。那女子一声令下，10几名黑甲女兵瞬间结阵，手中长枪化作漫天寒芒，将胡麻子团团围住。这些女兵配合极为默契，枪尖所指之处，竟在空中交织出一张密不透风的灵力大网。哎呦喂，小娘子们下手这么狠！胡麻子怪叫着在枪影中腾挪闪躲，手中符咒接连抛出，但那些符咒碰到黑甲女兵的战甲，竟如泥牛入海般消失无踪。他脸色一变，神族禁魔甲。话音未落，一杆长枪已刺破他衣袖，在他手臂上划出一道血痕。胡麻子吃痛，急忙掐诀唤出一张符咒，符咒发出刺目金光。可那些女兵只是微微迷眼，攻势丝毫未减，眼看就要被逼入绝境。胡麻子终于扯着嗓子喊道：“陈平，你小子还看热闹？胡大师给你装逼的机会，可惜你不中用呀。”陈平笑道：“你还说风凉话，快点出手，要不然我就死了！”胡麻子大吼着。陈平与莫青云对视一眼，同时出手，斩龙剑化作一道血色长虹，瞬间击碎3名女兵的枪尖。莫青云则双手结印，地面突然窜出数十条墨色藤蔓，缠住另外几名女兵的脚踝。那领头的女子见状，金盔下的双眸寒光暴涨，卑贱的人族也敢反抗神族威严。他手中宝剑突然绽放刺目白光，一道灵力剑气横扫而出，竟将墨色藤蔓尽数斩断。杀！而那苍玄大陆的男子见状，被陈平他们激起了斗志，振臂高呼。上万修士如潮水般涌来，他们不能坐以待毙。陈平和莫青云的加入，让这些女兵开始吃力。现在苍玄大陆的上万修士突然一起攻来，瞬间让他们应接不暇，纷纷被制服。可就在此时，那些被制服的黑甲女兵突然齐声高喝：“神族荣耀，不容亵渎！”她们身上的战甲骤然亮起刺目红光，体内灵力开始疯狂逆转。不好，快退！陈平瞳孔骤缩，斩龙剑在身前划出一道血色屏障。下一刻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连响起，10几团刺目的白光在人群中炸开，狂暴的灵力风暴席卷方圆100丈，数百名冲在最前的修士瞬间化为血雾，烟尘散去，战场上出现10几个直径100余丈的深坑。哎呀，多好的一帮大姑娘，还没尝到滋味，怎么就都自爆了呢？这是何苦呀？好死不如赖活着呢！胡麻子心疼不已，而那些苍玄大陆的人族修士也都被震撼住了。神族高傲，没想到女人都如此的宁折不弯，太有骨气了。而霍世子此刻脸一阵红一阵白的，惭愧不已。他也是神族，还是八殿的世子，可是他怕死。他只有神族的高傲，却没有神族的骨气。女人看着满地残肢断臂，眼神无比的冰冷道：“看到了吗？我们神族是不容亵渎的。”他缓缓丢掉宝剑，身体上的白色盔甲开始散发着金光。以我神魂祭奠！我靠，这娘们也要自爆！胡麻子见状，瞬间心疼的大喊起来。定！陈平突然暴喝，体内时间本源狂涌而出，瞬间把这一片区域的时间给停止住了。女人体内爆发的力量也瞬间停止，她剧烈挣扎，金盔掉落，露出一张英气逼人的脸庞。放开我！你们这些低贱的！啪！陈平上去给了那女人一巴掌。